就选你吧。我不去。这话一出，周围的人都惊呆了，这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机会啊！10号居然拒绝了。王熙也愣了一下，但很快笑得更甜，再次邀请他。10号还是拒绝了，这次还更直接，说自己有本事自己进书院，不想靠他。这下周围的人都炸了，天神书院里的弟子也觉得10号太狂妄了，肯定要倒霉。王熙却来了兴趣，想试试10号的本事，结果发现他居然修出了2道仙气，这一下他真的惊讶了，觉得10号是个难得的人才。就在10号和王熙僵持的时候，远处突然传来骚动，袁清带着一个少年进了书院。10号一看，气得不行，袁清是他的仇人，居然还能把人送进书院，这背后肯定有猫腻。10号心里火冒三丈，觉得这天神书院不简单，自己进去说不定要受委屈。就在这时，书院里传出声音，有人问袁清知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，但又有人让他先离开。袁清之前把10号放逐到太初古矿，害得10号差点没命，结果呢，袁清居然一点事儿都没有，还把他的后人送进了书院，这事儿让10号气得不行。王熙看到10号生气了，居然主动退一步，说是要邀请他来论道，而不是当他的追随者。这条件听起来还不错，但周围的人都觉得王熙是想把10号留在身边，慢慢收拾他。10号想了想，觉得反正自己也不怕他，干脆就答应了。就在10号答应的时候，王熙又选了2个追随者，一男一女，都是天神领域的高手。10号看到这里，心里有点明白了，王熙这是想把他和其他人放在一起，看看谁更有本事。邀月公主看到10号，居然也对他很感兴趣，还说改天要邀请他去论道。10号心想，这事儿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10号没想到自己居然会以这种方式进入天神书院，看来接下来的日子肯定不会太平静。很快，10号跟着王熙来到了他的洞府清溪幽灵。这地方可真是个修行的宝地，山林幽静，古药遍地，还被10道地下神脉滋养着。王熙作为绝世天才，他的领地比别人大多了，还有一座洞府，里面天地精华浓郁的跟水波似的，随便站一会儿都能吸收不少。10号一路上引来了不少人的目光，毕竟王熙选中的人肯定不简单。不过10号早就改了容貌，免得被人认出来惹麻烦。他心里清楚，袁清那事儿还没完，要是被有心人盯上，说不定又得起风波。到了清溪幽灵，王熙把10号和其他2个新选中的人带进洞府，让他们可以在这里修行。这洞府里面色彩斑斓，霞光如水，简直是个修行圣地。王熙离开去见长老，让陈诺带着10号他们熟悉环境。陈诺是王熙的追随者，实力很强，已经达到了天神顶峰。他带着10号他们在这片区域转悠，还说每个人可以选一座神院作为自己的落脚点。10号看了看，发现这里飞禽走兽不少，就随口问了一句，这里的野味可以吃吧？结果把陈诺和苏兰吓了一跳，以为他要乱来。10号说要捉蛟龙逮青鸾，把他们吓得不行，赶紧劝他别乱动，万一惹到其他天才就麻烦了。10号这才作罢，不过心里也觉得挺无趣的。选好各自的神月后，他们又回到了洞府。陈诺和苏兰让他们不要拘束，可以在这洞府里找地方打坐。10号却不理会，自己溜达去了。结果半个时辰后，陈诺和苏兰发现10号不见了，感应不到他的气息，顿时慌了神。不好，他该不会是静小姐的休憩之地了吧？陈诺惊呼一声，赶紧冲了过去。苏兰也跟着去了，结果发现洞府深处的石门被开启了，里面流光溢彩，大道神光流转。10号正坐在一块晶莹透亮的石台上，浑身舒泰。原来他误打误撞的进了王熙的修行石室，还把那块石台当成了悟道台。陈诺看到这一幕，气得脸色铁青，大喊：“你居然上了小姐的床！”苏兰也是一脸懵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10号却一脸无辜：“我以为这只是一个悟道台呢，原来这么有讲究。”陈诺怒气冲冲地说道：“你居然做出这种事，这事没完！”就在这时，洞府外传来惊呼声，有人上了王熙仙子的床。原来是一个女子在外面大声传话，唯恐别人不知道。10号一听就急了，赶紧让陈诺和苏兰别乱传话。可外面的人已经炸开了锅，纷纷询问是谁干的。陈诺和苏兰也意识到事情不妙，赶紧冲出去查看。10号心里嘀咕，这下麻烦大了，要是王熙回来知道这件事，还不知道会怎么收拾他。就在10号还在发愁的时候，外面的动静越来越大。原来那个传话的女子是邀月公主的闺蜜七灵，七灵也是书院里的正式弟子。邀月公主和王熙本来就竞争关系，她故意把这件事传得人尽皆知，显然是想给王熙添乱。10号心里暗骂，这女人真是够坏的，要是被她抓住，非得好好教训一顿不可。洞府外人群越聚越多，大家都在猜测是谁干了这种大胆的事。陈诺和苏兰在外面拼命解释，但根本没人听他们的。10号在洞府里坐立不安，他知道自己这次可能真的惹祸了。王熙可不是好惹的，万一他回来大发雷霆，自己可就惨了。10号心里暗暗盘算，
要是王熙真的发火，他也不怕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反正他也不是真的要当王熙的追随者，来这里只是为了找机会修炼，顺便看看能不能搞点仙道资源。天神书院的人都炸了锅。王熙是谁？那是修出3道仙气的绝世天才，高高在上，是无数人心中的女神。结果突然传出这种事儿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这事儿要是真的，那可真是石破天惊啊！苏兰和陈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他们知道这是欺凌故意陷害，可这事儿一旦传出去，哪怕只是谣言，也会对王熙的名声造成很大的影响。苏兰赶紧去质问欺凌，可欺凌却一副无辜的样子，还说她只是在陈述事实。这女人真是够坏的，明明是故意挑事儿，还装得一脸正经。很快，书院里的正式弟子就赶过来了，一个个眼睛瞪得像铜铃，盯着10号他们，问到底怎么回事。10号心里也是一肚子火，他知道这是有人故意栽赃陷害，可他也不想被卷进这种乱七八糟的漩涡里。他直接开口说道：“那女人的话你也信？”可就在这个时候，其中一个年轻男子突然施展了一种大神通，控制了那个新来的少女的心神，让她说出心底的话。结果那少女居然说是她上了王熙仙子的床。这话一出，所有人都惊呆了，连10号都愣住了。这事儿一下子就像炸开了锅，消息传得比风还快。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一个个都惊呆了，甚至有人直接从空中坠落，被这消息给吓傻了。陈诺和苏兰急得满头大汗，拼命解释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谣言就像长了翅膀一样，迅速扩散开来，越传越离谱。这怎么可能？太荒谬了！这肯定是假的！各种声音在书院里回荡，所有人都在议论这件事。有人甚至已经开始指责10号了，说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还有人说要杀了他。10号心里也是一肚子火，他知道这是有人故意陷害他，可他也不想被当众羞辱。他冷冷地扫了那些人一眼，说道：“蠢货！”这话一出口，现场的气氛瞬间凝固了，那些人一个个都气得脸色铁青。就在这时候，王熙回来了，他站在那里看着10号，眼神里带着一丝无奈，也有一丝怪怪的意味。他心里其实也很尴尬，这事儿闹得这么大，他都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了。那些人看到王熙回来，一个个都像找到了靠山一样，纷纷指责10号，说他诋毁了王熙的清白。10号冷眼旁观，心里清楚，这些人都是故意来挑事儿的，根本就是无事生非。王熙站在那里没有说话，只是静静地听着。10号突然迈步向前，问王熙：“在这里拍死他们，没问题吧？”那些正式弟子们还觉得10号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，连天神书院都进不了，居然还敢这么嚣张。王熙也试图提醒他，天神书院内正式弟子不允许自相残杀，结果10号居然反问道：“我不是正式弟子，杀1、2个没问题吧？”这话说的连王熙都无语了，其他人更是气得脸色铁青。就在这时，一头太古魔熊的后代站了出来，想要教训10号，可10号居然不把他当回事，还问王熙：“这熊掌肥实，能吃吗？”这话一出，全场都愣住了，那魔熊更是气得直冒烟，恨不得立刻把10号撕成碎片。魔熊怒吼着冲了上去，可10号轻松一闪身就躲开了，还说：“这里不让杀生，没意思。”这话听得魔熊气得直哆嗦，但他也不敢踏入王熙的洞府，因为那是禁地，谁也不敢乱来。10号却一副不在乎的样子，直接走进了洞府，说道：“拍你们这样的苍蝇，有什么值得期待的？”这话直接把魔熊气得不行，旁边的人也纷纷指责10号，说他是个懦夫，不敢接受战斗。10号却一点都不在乎，跟你战斗有什么好处？战胜你根本没有什么成就感，浪费时间。这话直接把魔熊气得差点爆炸，可10号却提出了一个条件：如果你有满意的宝物呈现出来，我跟你一战，不然一边待着去。这下所有人都被10号气得不行，这家伙居然还讲条件，想跟他战斗还得给报酬。魔熊虽然气，但还是拿出了自己的宝物，一如紫府叶。10号看了看，居然还嫌弃紫府叶对我用处不大了。魔熊气得差点吐血，但10号却突然说：“好吧，就是它了。”然后直接冲出了洞府，主动向魔熊发起了攻击。这下所有人都惊呆了，10号的速度快得惊人，抬手间就是一片符文，一副要施展大法的样子。魔熊也毫不示弱，动用了自己的仙气，可10号却轻松避过，还绕着他打了一拳，直接把他打得横飞出去，大口咳血。这一幕让所有人都惊呆了，一个连仙气都没修出的人，居然击败了修出仙气的魔熊，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王熙也愣住了，他没想到10号居然有这么强的实力，徒手对抗仙气，还取得了胜利，这太惊人了。10号收走了魔熊的紫府叶，问道：“还有人要比试吗？”这话一出，全场又安静了下来。10号进入王熙的洞府，坐在青石上检查战利品紫府叶。虽然这东西有五色雾漫出，但10号仍觉得它不够完美，因为没有仙气。
周围的人对他的不满足感到不屑，因为真正孕育出仙气的紫府叶极为珍贵，自古以来只出现过几次。此时，一头银色穿山甲出现，并画出本体，主动挑战10号。10号却毫不在意，要求对方先拿出神圣宝物，否则他不会应战。穿山甲被激怒，但还是拿出了准教主法器，试图证明自己。10号却表示，只有神药、黄血等珍贵物品才能让他出手。穿山甲不甘心，掏出一个封印着黄血的水晶球，与10号展开激战。他动用仙气，全身笼罩荧光，速度飞快，试图洞穿10号。然而10号轻松躲过攻击，并以精准的拳印反击，成功击退穿山甲。穿山甲不甘示弱，展开强大的肉身领域，试图绞杀10号。但10号凭借出色的战斗意识和技巧，徒手瓦解了穿山甲的仙气，最终将其击败。10号轻松地捡起封印着黄血的水晶球，挑衅地询问是否还有人要挑战。他的狂妄让众人愤怒，但又无人敢轻易出手。王熙开口并释放威压，让众人纷纷离去，但事情并未结束。10号的实力和狂妄态度迅速传开，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挑战。10号坚持只收黄血作为报酬，这让众人感到愤怒，但也无可奈何。短短2天内，10号又赢了6团真黄血，让挑战者们心痛不已。尽管他们不甘心，但10号的实力让他们无法轻易取胜。10号对自己的收获非常满意。王熙看着这一切，心里也有些惊讶。他知道10号不简单，但没想到他居然这么厉害，连修出仙气的人都能轻松击败。他对10号说：“你的实力不错，过段时间跟我一起去征战。”10号心里却在盘算，这仙家战场听起来就很热闹，说不定是个干掉那些敌人的好地方。10号在王熙的洞府里待得挺自在，完全不见外，还把迎来的宝物都放在身边，准备等收集够了就闭关修炼。陈诺和苏兰看着10号，这人也太没自觉了，连他们的地盘都敢随便占。王熙看着10号，心里也有些无奈，但又不得不承认，这家伙的实力确实很强，说不定真的能在仙家战场上大放异彩。王熙跟10号说，那个地方有时候很平和，有时候又特别危险，说不定还能碰到不属于9天10地的生灵。10号一听就来劲了，他觉得这地方太有意思了。王熙还说，要是想得到仙道经文，就得先完成书院的任务，积累战绩贡献。10号一听，这不就是个机会吗？他直接跟王熙说，到时候你把仙道经文给我看看，我帮你干掉一群人。他心里盘算着，要是能碰到风族的人或者元清的后人，那可就正好报仇了。王熙觉得10号这人挺有意思，就借给他一些珍贵的经书。10号一看，这些书里全是前人的智慧结晶，他看得特别认真，还琢磨着能不能开创出新的修炼体系。王熙告诉他，要是真能成功，书院会全力支持他，甚至还会开放所有的典籍给他看。10号越看越兴奋，他发现有一部书里讲了怎么用真血洗礼肉身和元神，这正好用得上他手里的黄血。他琢磨着，要是能找到合适的药草，说不定能提升自己的实力。10号想见见青衣、曹雨生他们，但又觉得自己随时可能要动手，还是别露面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王熙突然说要把自己手里的6份黄血都给10号。10号一下子愣住了，他没想到王熙会这么大方。王熙还让苏兰和陈诺去书院药铺取药草，正好是10号需要的东西。看来王熙是铁了心要帮10号提升实力，为的就是在仙家战场上有更好的表现。10天后，10号在洞府深处的石室里成功突破，第2朵大道之花绽放了。10号感觉实力提升了不少，不过他有点失望，因为这朵花没有像第1朵那样孕育出一个生灵。他琢磨着，可能是这次用的黄血不够多，莫达到全身沐浴的效果。不过他很快又想开了，觉得自己有点贪心，没必要纠结这个。王熙来找他说，出发去仙家战场的事还得再等等，因为书院正在准备，这次行动很重要，弄不好会很危险。10号调侃说，不怕都死在那里吗？王熙说，应该会有应对措施。10号觉得闲着也是闲着，不如再去切磋几场，顺便再赢点黄血。10号找到苏兰和陈诺，想打听书院里谁还有黄血，好去友好交流。苏兰和陈诺觉得这人真是不省心，之前坑了不少人的黄血，现在还想继续。10号厚着脸皮说，他只是想友好切磋，顺便赢点彩头，这样才能有动力进步。苏兰和陈诺被他气得不行，警告他别惹事。10号突然想起之前那个叫七灵的女人，就是他乱喊她爬上了王熙的床，结果闹出一堆麻烦。他决定找七灵算账，说要捍卫自己的清白。苏兰和陈诺担心他惹祸，因为七灵是邀月公主的闺蜜，而邀月公主是个很厉害的人物。10号却说他这是替王熙出头，因为王熙不方便亲自出手，他这是给他一个出手的借口。苏兰和陈诺被他绕晕了，最后决定带他去找七灵，心想反正惹祸的是他，被抓住也活该。10号找到七灵的洞府，直接挑战他。七灵一开始还很警觉，但10号一出手，他就招架不住了。10号的实力太强，
直接把欺凌打得吐血，还搜走了他身上的4瓶黄血。欺凌气得不行，但根本不是10号的对手。10号还邀请苏兰和陈诺去欺凌的洞府吃烤肉，因为他把欺凌的坐骑给煮了。苏兰和陈诺被他弄得有点哭笑不得，但也觉得欺凌之前乱说话，现在被收拾也活该。10号说要去看看风行天和绿驼，苏兰和陈诺心里一震，这家伙不会真的要挑战这些厉害人物吧？不过10号只是在他们洞府前转了转，并没有真的动手。他解释说，这是在帮王熙官敌，看看对手的实力。最后10号又问起了元清的后人元丰，说要看看他。苏兰和陈诺担心他又要惹事，但10号一副我只是看看的样子。结果他们还真遇到了元丰。元丰穿着银色甲胄，目光如太阳般灼人，盯着10号，一副要挑战的样子。苏兰和陈诺以为10号肯定要动手，结果他居然转身就走，让两人有点懵。10号解释说，元丰这家伙刚进书院，连黄血都没有，跟他打太浪费时间。其实10号心里早就打定主意，要在仙家战场猎杀元丰，给元清一个惊喜。元丰不甘心，追上来非要跟10号切磋，还说要按照10号的规矩来，失败者献上黄血。10号直接拒绝了，因为他不想在这里暴露太多实力，更不想在这里杀元丰，惹出麻烦。元丰不死心，还编了个理由说要为正式弟子证明，教训10号。10号懒得理他，再次转身离开。结果元丰直接动手了，两人交手，10号虽然没用全力，但还是轻松应对。元丰动用了2道仙气，但还是没能压制住10号。10号趁机带着苏兰和陈诺离开，留下元丰在那里后悔，觉得自己刚才应该更果断点。就在元丰准备再次挑战10号的时候，天神书院传来消息，可以进仙家战场了。这消息让全院震动，大家都兴奋起来。10号在王熙的洞府里也站了起来，眼睛里闪着光。王熙也准备好了，两人早就等着这一天。绿驼、风行天、邀月公主、玄坤这些高手也都准备出发，大家都想去仙家战场碰碰运气。据说在那里表现惊艳的人，回来后可能会得到仙家玉书，甚至还能找到古代的仙器。还没出发，大家就已经心痒痒了。一艘巨大的黄金战舰停在书院里，等待他们上船。10号在船上看到了一些熟人，比如魔女、曹雨生、长公眼、小兔子、青衣等。不过10号不想立刻相认，因为他知道自己可能会在仙家战场大开杀戒，不想牵连他们。战舰启动了，朝着远方的谷地飞去。甲板上的人们看着下面的山川万物，心里充满了期待。10号知道，一场巨大的风波就要开始了。